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15日下午的14点51分啊，周日，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那周一的早8点啊，下周一的早8点马上就要收周线了。那这轮的比特币的行情出现了一轮完整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啊，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发生的时间呢是在4月4日的这周，我们可以在图上看到啊，看我的视频一定要看图啊。图上看到4月4日这周是悟空阴线，然后是八戒阴线组，八戒阴线组呢是由3根阴线构成的，然后是沙僧阴线组，最后呢唐僧阴线组啊，构成了整轮的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反弹的时候它遇阻了48000美金的筹码密集区，向下的过程当中，悟空阴线啊击破了44000美金，从去年3、4、5月份啊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一个重要支撑，跌破之后转熊啊，熊市快速的下行趋势出现啊。那我们看到啊，本周也就是唐僧阴线这周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跌破了另一个重要的支撑，这个支撑呢在33000到35000美金区间啊，这个区间呢我们看到啊是波谷连线，周线级别从去年1月份至今的波谷连线连接过来，在33000美金形成的支撑，在本周发生了跌破，这样呢下行空间已经完全打开。跌破之后呢，我们认为下行空间打开，行情整体趋势啊处在一个熊市的下行通道当中啊。这样呢，我们回到日线啊，日线上我们发生了什么呢？日线上出现了2轮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同时呢，我们认为第2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结束的时间是在5月9日啊，我用红色的方块标识了第2轮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然后再往下跌啊，从3万点再到26591这个低点啊，是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延伸过程啊。日线级别下跌西游2轮啊，达到了3万美金啊，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呢，低点在26591，这并不矛盾啊，因为下跌是一个过程，下跌的时间级别是逐渐放大的。我们在行情当中看到了2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2轮日线下跌西游最终呢组成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然后我们怎么样参与到当前的行情当中呢？我们知道有关时间切换的理论啊，在前面几堂课上我们非常明确的讲到这个理论是怎么样去操作的。时间切换理论啊，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图上啊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然后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就是能够发生反弹，大多数大时间级别的下跌西游之后会发生反弹。那我们把时间级别有几个切换模式，第一个模式呢切换到小日线级别啊，第二个模式切换到4小时级别，第3种模式呢是切换到日线级别，然后观察它的反弹啊。行情趋势上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已经发生了，所以呢顺势而为的方式只能是做空，我们要找到一个位置来做空啊，这是介入行情的第2点啊。第1点呢是顺势而为，第2点呢是找到可以进场的位置，第3点呢就是布局你的仓位啊。通过切换时间级别，我们切换到小日线啊，我们看到了啊，这里啊出现了小日线的一轮上涨西游啊，分别是悟空阳线组啊，这里悟空阳线组，因为这里面有个标志性的阳线，然后是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组，最后呢唐僧阳线组。这样呢，我们观察到啊，小时线这里面通过合并 K 线，按照我们 K 线西游的解读方式，通过合并 K 线看到了小时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小时线级别的反弹西游。但是呢，这个级别的反弹啊是非常常见的、非常平常的、非常普通的，不足以在这个点位上去介入我们的空单啊。小日线发生了
我们可以做一波，但是还不是我们趋势获利上应该进场的位置还不是，因为呢时间级别不够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我大概率认为它能发生最小的反弹呢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更多的情况下容易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同时呢，我们看到了美股在这轮行情当中美股在这轮行情当中已经见底已经见底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打到了120周均线上，然后周线级别下跌之后，我们认为美股会出现一轮日线级别的反弹。那比特币这里见底26591之后出现了小日线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时间级别完全不够，我们认为它能够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我们把行情切换到4小时级别。切换之后呢，我们发现了4小时级别上同样这个位置上可以认为是悟空阳线虽然走的比较乱，但是仍然可以当做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这个位置呢是8阶阳线。我们看到这组阳线是4小时级别的8阶阳线，4小时级别8阶阳线呢是这个位置，最重要的一根阳线呢是这个位置也就是5月13日早8点这根4小时级别的阳线以它为8阶阳线。那再往上走呢，会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这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油周线下跌吸油之后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油。那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的目标位在哪儿呢？我认为是在33000美金这个重要的阻力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周线上重新回到周线上，我们看到了行情从哪里跌破就容易反弹到哪里那最重要的一个支撑呢，就是波谷连线在33000美金上形成了一个重要支撑。如果发生4小时级别的反弹，33000美金是我们的一个4小时级别的一个反弹目标位也是我们再次布局空单第一个进场的位置昨天也说了这个位置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反弹吸油之后，33000美金是我们第一个进场的位置。同时呢，这一轮反弹并不一定止步于此因为周线下跌之后呢，还有可能出现一个时间级别的反弹呢，是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周线、4小时线来回切换，最终呢能够观察到并且能够找到我们可以介入行情的位置。这也是我在课上要跟大家说的，趋势上非常明了了大家都知道是熊市要做空但是呢做空你要找到位置也是非常关键的。4小时级别呢，我们找到了一个33000美金的进场位置，那我们还要找如果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我们认为514这一天，也就是昨天，这里可以认为是一个悟空阳线因为事实上它已经走出了一个阳线无论后面怎么发展这里的阳线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以它为基础做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的反弹的话，我们认为35000美金，也就是这个位置是反弹的日线级别反弹的目标位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是前面行情当中悟空阴线也就是悟空8阶阴线这里是8阶阴线的底边线的位置这个位置4月26日这里是悟空阴线那5月5日这一天发生的是8阶阴线8阶阴线的最低价也就是35500美金这个位置是如果能够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和回补可能到达的目标点位。那这种条件下呢，我们就有了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呢是由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油目标点位和日线级别反弹吸油的目标点位构成的。那我们反弹的目标位就是在33000到35000这个区间。同时呢，当前行情处于一个下跌趋势，如果做单的话，我不建议去做它的反弹行情这个反弹行情呢，我们测量一下，从当前价格到35500美金，这个反弹行情的
空间呢是17.61%啊。虽然你可能加上5倍杠杆啊，5735啊，可能获得80%的利润，但是呢，和下跌的空间相比，你的利润率是非常小的啊。也从当前价格来计算啊，上轮比特币的跌幅达到85%，那这轮行情如果跌80%的话啊，27就是14，对吧？啊，最高点是68900啊，27就14是14000美金。从当前价格往14000美金去看啊，往14000美金去看，我们有50%的利润空间。如果乘以5的话啊，最多能够获得250多啊，这样多的利润啊，和刚才讲的70%-80%的利润，还是200多的利润，相对来说高一些啊。我们都是以5倍杠杆来计算的啊，所以呢，在当前趋势当中，我认为如果能够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到日线级别反弹，也就是说反弹的目标点位在33000美金到35000美金这个区间，你进场空头是非常安全的，获利是多的。而如果你想进场多头的话啊，你要承受的是它目前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啊，也就是说这个反弹并不一定能够出现。那这种情况下，你去做这个抄底的动作啊，获利空间是小的，风险是大的啊，你获得渣子一样的那么多的利润啊，但是你要冒砍头一样的风险。所以呢，我认为行情当中，在这轮行情当中，在行情已经走到目前这个状态下，出现了低点26591之后，目前点位在3万美金附近的时候啊，我认为你要耐心等待啊，作为空头方向啊，作为趋势获利这一方，你要耐心等待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反弹的这个出现啊，然后做这个下跌的利润，做空头方向上的利润。然后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出现了2轮日线级别的下跌洗油。这2轮日线级别下跌洗油的第一轮，我用紫色方块去画了出来。同时，我认为5月5日这根阴线是第2轮日线级别下跌洗油的标志性阴线，也叫悟空阴线啊。那第2轮呢，我就不画了。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图打开之后啊，以5月5日为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然后自行的去画一下。画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周线级别上它出现了一轮周线级别同比特币一样的周线级别的下跌洗油啊。同时呢，这里跌破了非常多的支撑线啊。这里的支撑线呢，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支撑线是弧形的支撑线，第2个支撑线呢是日线级别下跌趋势线的一个支撑线啊，下跌趋势线的一个支撑线。这个下跌趋势线呢，我们看到了是由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白色线发生了跌破，然后波峰连线，我们看这里一定要看图波峰连线连接到这里形成了一个红色线，这里是2430发生了跌破最终呢跌破了这个绿色线。我们看到绿色线是从去年3月份至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这个位置呢在2600美金在2600美金也就是说这轮行情跌破了非常多的支撑发生了一个急速的快速的下杀，最终呢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洗油。同比特币类似的是，我们耐心等待它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这里4小时级别反弹呢，我们可以看到5月初5月12日这组 K 线呢是悟空阳线，然后走8节阳线，和比特币类似的是4小时级别反弹洗油目前还没有完成。如果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洗油，目标点位是在2370美金附近到达这里这个位置呢，我们看日线这个位置是前面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一定要看图波峰连线连接过来，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阻力位。那如果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呢，我认为在能够反弹的目标位日线级别反弹的目标位是在2600美金到2500美金这个区间。也就是说，这个以太坊目前有可能发生的反弹是比比特币要大得多的
它从当前的价格最多可能反弹30%可能反弹30%，那4小时级别呢也有12%左右那这种情况下呢，它的一个做空区间相对于比特币来说就是比较大的。那我认为4小时级别的反弹会最终发生出来4小时级别的反弹会最终形成出来最终呢，4小时级别的反弹的目标位呢是在$2350附近这个目标一定会出现出现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做空的区间，这个做空的区间呢是在$2400到$2600这样的一个做空区间。我们可以看到图上就是白色线和绿色线到红色线这样的一个区间也就是这个区间是我们可以做空的一个位置是一个我们可以做空的一个位置那这里面我们可能要缓慢的去布局我们的仓位因为刚才我说了布局仓位要有3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趋势，现在是下跌趋势。第二个是确定位置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位置是2350到2600这个区间这个区间还是比较大5倍杠杆的话，这个区间本身的幅度就有10%。10%5倍杠杆是50%的盈利或者亏损这样的区间是太大了，是有点大一些。那怎么样去布局呢？我认为分仓缓慢进场这个空单这个空单缓慢进场要在$2400到$2600这个区间上一点一点进这样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安全，因为行情在这轮上已经出现了一整轮的从$3500$3580到低点1782这么大的跌幅这种跌幅下是一个快速下跌已经进入熊市已经进入下跌的趋势当中，所以呢反弹回补缺口之后还有机会往下走，出现更低的位置那它的这个反弹之后反弹的这个空间特别大，就是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它两个差距特别大的情况下，我认为要一点一点布局你的仓位尽量分5个仓位每隔$50去布局一下分5个仓位去布局缓慢的布局，这样呢你在行情当中会更安全做这个趋势获利和做人一样你不能伤害别人，也不要伤害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我们看到它有快速下跌的这样大的空间，下跌之后反弹过程当中同样也有非常大的这个我们管它叫时空差非常大的这个时空差那在行情当中呢，一定要分仓进场最重要的原则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自己的方式呢，就是进场的时候尽量多分几个仓位每隔50点进场一个仓位最终呢保持这个仓位的安全保持仓位的安全，就能保住自己的仓位同时呢，在行情当中保持自己的位置有仓位有位置，行情的波动才会和你有关系尽量做到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不伤害自己。然后山寨这边呢，我们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就是 GMT、GAL、APE他们3个呢同时都做出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上看到同时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油同时都出现了。同时出现之后在这里面我以 GMT 为例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之后它有可能做日线级别的反弹最终呢形成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那怎么样用 K 线吸油战法去做它的行情呢？我们把它切换到日线吸油之后我们看到这根5月13日这根是悟空阳线悟空阳线的上影线非常长，所以呢这里面这一部分我们画一下，这一部分都是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都是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这一个框都是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当前价格是$1.6
那止损呢，你不可能设置到这个悟空阳线的开盘价啊，因为悟空阳线的开盘价在1.16美金，这样的话，你1.6美金进场的话，啊，你的止损位如果是在1.15，你将亏损30%以上的成本啊，30%以上的本金。那我们设置在哪里好呢？我们设置在这个悟空阳线的这个第一根阳线。啊，它的一个收盘价的这个位置上，也就是1.5美金啊，设置在这里。我更多的建议是玩它的现货，而不是合约，因为它波动实在是巨大啊，巨大的话，你5倍杠杆不一定能扛住它20%以上的波动啊，因为5倍杠杆20%的波动就面临这个爆仓的风险啊，所以呢，在这个行情当中，已经发生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反弹吸油了之后，你要有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预期。日线级别是反弹吸油的预期，它的目标点位是在哪儿呢？它的目标点位，我认为是在2.5美金附近啊，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压力线啊，这个压力线是前面啊日线级别的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2.5美金形成的压力啊，也是日线级别反弹吸油的一个目标位啊。那你止损可以设置在1.5，然后1.6进场到1.6进场，1.5止损啊，然后做这一轮。反弹啊，有可能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啊，它是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之后，出现了一波4小时级别的反弹，但是随着行情的运行，比特币目前来看没有反弹到位啊，没有反弹到位的情况下，那山寨币就有可能把它的这个反弹时间级别放大啊，所以可以参与一下这个行情，但是。同样啊，一定要设置止损啊 ，GMT、GAL、APE 这种强势的啊被错杀了的山寨币，可以参与一些它的现货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